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鬼家。鬼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。小时候的有天夜里，我听见了敲锣打鼓的声音，那声音由远及近，最后从我家的门口经过，再慢慢的远去，特别热闹。但当时的我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从没经历过这种事情，潜意识里只觉得有危险，便缩在了被窝里，一直关注着声音的动向。所以这件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。虽然这算不上恐怖，但诡异的是，按照村子的布局，声音传来的方向只有一户人家，他家门口有一条2人并肩勉强能过的小径，通往深山。平时大家进山砍柴的时候才会走这条路进山的。那段时间里，村子也没人办红白喜事，因为真有红白事的话，每户人家呢都会出一个人去帮忙打打下手，所以既不是本村人组织的，也不存在邻村。到了第2天，我问过家里人夜里有没有听见敲锣打鼓的声音，他们都表示根本没听到。村里的其他小孩却都表示听见了，甚至对于声音的移动方向，大家的说法完全一致。所以我时常在想，那晚上听到的敲锣打鼓声音究竟是什么呢？楼梯。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历的非常奇怪的事儿。当时我上小学1年级，放暑假和我妈妈、大姨还有小姨一起去我舅舅家玩。那天我们出门逛街，回来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年龄小，就比较好胜，就跑在了最前面，想比妈妈他们早点到家。进了小区以后，就去了我舅舅住的那栋楼。舅舅住在了最顶层，所以很好记，我就一路从楼梯爬到了最顶层。但到了以后，却发现那不是我舅舅家的门，是一个绿色的门，上面还贴着一个福字，旁边也没有继续往上走的楼梯。我还以为是自己跑错楼了，就又下来又看了一下，确实是我舅舅住的那栋楼。我再爬上去，顶层还是那个绿色的门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可能是我记错楼了，就跑下去等我妈妈他们过来。等了大概5、6分钟，还是没看到他们，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，没办法，就又重新的爬了那栋楼。到了那个绿门那里以后，我往旁边看，发现出现了楼梯，顺着楼梯向上爬以后，很快就到了舅舅家。我敲了敲门，进门以后发现家里人都在吃西瓜，看起来像已经到家很久了，但他们好像根本没发现我不见了这件事儿。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原本是舅舅家的顶楼会被替换成绿色的门？在我多次的上下楼以后，原本消失的楼梯为什么又出现了呢？难道那个时候的我处在平行空间的裂缝当中？窥视。鬼叔，我要投稿。这件事发生在3年前，我高1的时候，当时是个冬天，晚上洗漱完，我和舍友就一起睡了。我不太清楚是几点的时候，我这个人睡觉特别的熟，但那天晚上我就突然醒了，听到了扭动门把手的声音。我以为是宿管阿姨查寝，或者是室友出去上厕所，没在意，就想接着睡。但我感觉到进来的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人形黑影，走在了我的床边。我们的床是上下铺，我面对着墙睡的。
那个黑影探进头来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当时一下子就被惊醒，一直不敢动。这种感觉持续了有10分钟，之后就凭空消失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才敢坐起来，观察了一下宿舍里面，没什么异样。第二天中午，有个室友就说，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进来了，而且站在我这里。我的下铺就马上的接话说，对，我感觉有人站在我的床面前。接着他们都看向了我，我也说，是，我感觉有人进来。此后就一直盯着我看，好长时间才消失的，我当时根本不敢转头看。奇怪，我一个人可能是感觉错了，但宿舍里所有的人都感觉到，这就变得非常的瘆人。不过好在那天以后再也没出现过这种诡异的情况了。怪声、怪影、怪事，这个事情是小学的时候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那天晚上吃完宵夜，因为以前我们家是那种老式的楼，吃饭在5楼，睡觉在3楼。我刚刚吃完宵夜，想回3楼睡觉，那时3楼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刚打开门，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，你回来了呀？我那时害怕极了，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而且十分确定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身体定住，头也不敢转的就回到了房间，锁上门。哪怕上了大学，也能记得当时的惊心动魄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会不会听到一种笑声，是那种动画片里的尖笑声，就和樱桃小丸子里某集小丑的笑声一模一样。那时的我8岁，夜里第一次听到这个怪笑，持续了很久很久。最后一次是6年级，当时妈妈刚出门，那笑声就又来了。我那时长大也不害怕，找了很久的声源，也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。还有一次是6、7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在老家，刚好摘完了金银花。那天晚上，爷爷奶奶需要搭棚子将金银花加工，我呢就在棚子里玩着就睡着了。恍惚间，我记得是我奶奶将我抱起来，把我放到了床上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的看到床边上站着个人，因为没开灯，我看不太清楚，就觉得是我奶奶，我就喊了声奶奶，但那个黑影根本没有回应。我当时呢好像一下反应了过来，直接大喊我奶奶。奶奶听到我的叫声后就赶紧地跑过来，直到开灯的前一瞬间，我还瞥见了那个人影还在着，开灯以后就不见了。后来奶奶问我究竟怎么了，我说我床边上站了个人，跟奶奶有点像。我奶奶后来给我讲，有可能是我曾外祖母想看看我。这事儿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了。脚步。小时候在老家，那时候下大雪，我跟奶奶一起睡，已经关灯上床准备睡觉了。就在上床没多久，就听见从我们的砖房和木房子中间的巷子处，有一个脚步声走了过来。当时的冬天在下雪，踩在雪上会有嘎吱嘎吱的声音。我就问我奶奶有没有听到脚步声呀？我奶奶说听到了。那个脚步声走出来以后，就一步一步走到了我们木房子堂屋外面的空中，不动了，没有了脚步。我就问那人怎么停着不走了呀，奶奶？这时候我奶奶说不管他，赶紧睡觉。过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就听到奶奶问我叔叔，昨天晚上
有没有起夜上厕所，我叔叔说没有，因为砖房里面是有带厕所的。后面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在之后我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也听到过脚步声。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正准备睡觉，就听到砖房的楼梯间有一个脚步正在慢慢地爬楼梯，爬到楼梯间的中间平台处，没有了脚步，后面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这种琐碎的经历非常的多，可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讲，是莫大的恐惧。山鬼。今天的故事来源于家人的分享。90几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爸爸在乡下的水泥厂上班，那时候可没有通天然气。虽然我们家住的是楼房，但每家每户还是烧柴的。每家每户呢都有一个柴火间，所以每到休息日，我爸爸就会去厂区附近的山上砍柴。那是一个阴雨蒙蒙的一天，中午吃过午饭以后，我爸爸就拿上了工具去山上砍柴。因为天气非常的不好，所以那天去山上砍柴的也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找到了第一棵树，1刀，2刀，3刀，突然背后传来了喘气的声音。砍1刀，挨一下，那个声音不像是人发出的，而且也没有人的脚步声，那个声音就像是在空中飘过来的，而那声音也越来越近。我爸爸也听见了，他有点害怕，砍下了旁边的一个竹子，赶紧地把竹头削尖放在旁边，随后继续砍柴。而那个声音又越来越近，我爸爸拿起手边的竹子向后插了过去，就听见十分凄厉的声音以非常快的速度窜到了半山腰上去了。当时我爸爸吓死了，根本没有心思砍柴，扛着砍好的柴就赶紧的下山。这第2个故事是关于夜遇鬼事的，还是我爸的故事。在1980几年的时候，爸爸刚参加工作，交通非常的不便。我爸呢和同事假期回南平以后，要回到单位就只能靠走的。从南平市区到达元坑水泥厂需要走很久很久的路。那天出门时间也比较晚，所以到了晚上9点多，天都大黑了，而他们还在路上。突然，我爸爸看见路的对面有一户人家在办喜事，那场面十分热闹，端茶的端茶，端菜的端菜，真的俨然一副大富人家娶亲的画面。房子灯火辉煌，好多的下人走来走去的。我爸爸激动地拍了拍旁边的同事，说：“你看，那边对面好热闹呀，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你看，你快看呀！”同事应该是知道什么的，就叫我爸爸别多说话，快赶路。我爸呢，仍然不死心地拉了拉同事，同事拉着我爸快步地前进。第2天白天的时候，我爸还是不解地问同事：“你昨晚干嘛走那么快？”爸爸的同事说：“那里哪里有什么大户人家呀？那边是一个非常大的墓呀。”过了好一阵子，爸爸白天回南平的时候，路上也仔细看了看，果然那个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的墓葬。这第3个故事有关于洗衣服千万别太晚。这个事儿呢，是爸妈的同事遇到的。那时候厂区刚刚建立，大家住的还是那种筒子楼，但洗衣服都要在外面统一一排的水龙头洗。有个女同事啊，她总是洗衣服到很晚。有天夜里，那个阿姨又洗衣服到了深夜，突然听到有个女的在和她说：“还在洗衣服呀？”阿姨条件反射地回复了一句：“是呀。”但突然发现怎么没人呢？看了下四周，还是没有人，她吓得立马跑回了家，再也不敢洗衣服到半夜了。这第4个小故事
是关于深夜解手的事儿，和上一个故事是同一个地方。有天夜里，爸妈的一个男同事半夜起来解手。那个年代啊，条件不好，都是在外面的公厕解决的，而去公厕要经过一个阶梯。爸妈的同事在那天夜里路过阶梯拐角处的时候，看到有个女的捂着脸在哭泣。同事以为是谁家的夫妻吵架，吵完以后呢，老婆跑出来了，就和对方说了一句：这夫妻吵架很正常，这么晚了，赶快回家吧，别在这里哭了。突然对方抬起了头，但根本看不清脸，就看到脸上眼睛的位置挂着2行血泪，吓得爸爸的同事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宿舍。这洗手间是再也不敢去上了。那个厂区其实在没有成立厂区的时候是一大片的墓地，所以遇到的这种事情也非常之多。而后来盖房子的时候还挖出了很多的白骨。录音机。小的时候是在农村的那种自建房里居住，一个院里边共有3栋自建房，分别是我家、我叔叔家和我奶奶家。大概是我6岁左右，那时候晚饭我家是在奶奶家吃的。那天下午，在我家客厅，不知道怎么的就非常的困，接着我就睡着了。那天天特别的热，我睡觉的中途听到我脑袋上方有声音，我努力地睁开眼睛看了一下，发现是我爸爸，他在捣鼓他的录音机，就是那种可以放磁带的，应该是叫录音机吧。但我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困，我就又睡觉了。等我再睁开眼睛，我发现屋子黑黑的，外面也是漆黑一片。我知道这是晚上吃饭的时间到了，我就走出了家门，去了奶奶家。到奶奶家的时候，我爸和我妈还有我奶他们正在吃饭。我奶奶呢就非常心疼地问我，怎么才回来呀？是不是和大美去玩了呢？大美是我的一个小伙伴。我就说我没有和别人去玩呀，我一个下午都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呢。这时我爸却说，你怎么还是会撒谎了？我一下午都在客厅，根本就没看见你。听到这儿，我立马就说，怎么可能没看到我？你不就在一直弄你的录音机吗？然后我爸说，我是在弄我的录音机，可是我也没看到你啊。但是我爸呢，是不可能看不见我的，我俩之间的距离连半米都不到。我一个6、7岁的大活人，他怎么可能看不到呢？这时候我奶奶打断了我们的对话，她说，快让孩子吃饭吧，别说了。当时毕竟我小，就逐渐的过去了。但长大以后，我再问过大概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当时呢被领到天上修炼去了。至于当时我爸为什么看不到我，这个无从考证。我只能确定的是，我没撒谎，我爸呢，他也没撒谎。祸从口出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奶奶的弟弟还是哥哥，反正我叫二舅爷，他是高中的数学老师，所以他非常的重视数学，每次去我家都要说我一次，因为我真的不爱学习。每次呢，他都要和我父母说我不认真。等他走了以后，父母呢都要教训我一番。时间长了，我真的很讨厌他。那时候好像是小学5年级，有一次他又来说我，可他从我家走以后，我父母呢又给我说了一通。本来呀，我的家庭是不重视学习的，就是让我开心学习就行，根本不在乎我的学习成绩。但每次他来过我家之后，我就被说，所以这次等他走了以后，我就随口说了一句，去死吧你。可没多久，他就真去世了。当时我毕竟还小，才小学5年级，
没觉得怎么样。后来我上了初中，有一次外边的朋友同学，他都已经不念书了，那天呢非找我出去玩，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说我姥爷不行了。其实并没有这件事儿，没多久我姥爷就真去世了。这时候我已经是初中了，我就隐约的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我以为是我诅咒死的，毕竟已经2次了，但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，因为是我说了难听的话，所以他们才去世，我怕家里人责怪。等再后来20多岁的时候，岁数也大了，我呢就专门的咨询过这类事儿。一个看事儿的说，我身上带着地府的很厉害的官职，所以提前知道了身边人的死亡，借我的嘴说出来而已，不是什么我诅咒而死的。等再后来，就是前几年，有一天做梦，我梦到奶奶去世了，然后我就在梦中惊醒。凌晨5点多，我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做梦的事儿和妈妈讲了。我妈说没事儿，梦啊都是反的。结果连半个月都不到，我最爱的奶奶也去世了，我哭得撕心裂肺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妈和我爸说了前几天我有做梦的这件事儿，我爸当时一脸的责备，说为什么不提前说出来，好让他们有个准备。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会成真的，但其实当时做梦醒了以后，我真的心里确定这就是真的，可能就是不想承认会变为真吧。但这件事儿让我非常的难受，非常遗憾。做梦之后就该去见见我的奶奶，但我没有。做梦之后的半个月，我奶奶去世，我都没有再见到她，直到后来我才追悔莫及。恐怖宿舍。我是重庆人，那是我上高中的一个最难忘的经历。我就读的是位于重庆垫江的一所普通高中，我是一名艺术生，学的美术。当时高1阶段还没分艺考生和普通生，所以寝室里面学美术和学文化的都在一起。我们住的是12人间，只住了11人，有一个空床，阳台看过去就是我们那里最出名的一条大河，叫高安大河。我们宿舍就挨着高安大河所建，每条江河湖海都会有许多不计其数的死亡案例，我们那条河也不例外。听从小到大生活在附近的同学说，每年呢必死几个人，不管是淹死还是为爱殉情者，不计其数。这是我今天故事的前提了。当时正值冬天，我们寝室的好些同学早早的就盖上被子睡着了，就剩下几个偷偷藏着手机看小说的。我们每天呢都有专门的查寝老师，查得很严。几个偷看小说的一般要到至少凌晨1、2点才敢看手机。那天除了几个已经睡着的同学，就剩2、3个偷偷看小说的同学还没睡。寝室在5楼，楼栋一共6层。当时靠在阳台下铺的同学按理来说早就睡了，结果突然语气很平静地说，我要死了。声音不是很大，但在当时寂静的凌晨来说算是很大了。我们最开始没怎么在意，心想着可能就是做梦，说梦话了吧。结果突然那个靠在阳台下铺的同学就坐了起来，嘴里一直喊着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把几个睡着的同学全都吵醒了。被吵醒的同学就开始骂骂咧咧起来，喊那个说话的兄弟闭嘴。结果那个同学突然从床上就跳了下来，就开始在我们寝室床铺中间的过道开始来回跑，一会儿撞门，一会儿撞洗漱台，嘴里一直喊着快给我一坨，我要死了。一坨是我们重庆方言一拳的意思，他全程说的是重庆方言。他一边跑来回，一边嘴里一直喊着这句话，把全宿舍都给吵醒了。最开始
大家都以为是梦游，说梦话，没有很怕。后面他嘴里喊的也越来越急促，跑的也越来越快，我们就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了。中间我们就没有停止过喊他，他就一直在过道跑，时不时的爬上洗漱台，拍一拍阳台网，时不时又用脑袋撞门。我们寝室所有的人都被他这后续的动静给吓到，也开始讨论了起来。突然他就跑起来，跑到每个床位面前站着，嘴里就开始喊：快打我一坨，我要死了。当时的那个时间段，再加上他的诡异举动，属实给我们吓坏了。他的突脸行为害得大家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脸是冲着上铺的，嘴里还是快打我一坨，我要死了。这话就没停过。我上铺那个新疆的兄弟也顺着他的话给了他一巴掌，他突然应声倒地，嘴里念叨着：啊，我死了。又突然蹦起来继续的喊：快打我一坨，我要死了。我们觉得场面太过诡异了，着实吓到了不少的人，于是有人提议喊生活老师过来看看。当时也因为他和我们的动静太大，导致隔壁寝室和楼道开始时不时的有宿舍吵了起来。接着就听到生活老师骂骂咧咧，满嘴脏话的上来。我和2个同学呢就冲出宿舍，开始拿着手电照着他。靠近他附近床上的同学喊了一句，他没有眼白。被光线照着的他顿时没了动静，站在原地，嘴里依旧没停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就爬到了那个没人睡的空床上面，突然就哭了出来，带着哭腔说着我要死了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抽泣着，直至没声。当时呢，已经有4、5个同学下了床盯着他。过一会儿他就慢慢的醒了过来，还问为什么他睡在这儿，问我们到底在干嘛。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，面面相觑。最后生活老师呢发话让我们赶紧的睡觉，我们也就带着沉重睡下了。说真的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邪门的事儿，当时的内心还有一点点的小激动，但也知道大晚上遇到这种事儿不方便多说的。第2天白天我们才和他聊了这件事儿，他也震惊不已。下午他就被家里人接回家，在家休息了1整个星期。接着他回来的那天就转班了，转去了体育班。他转班以后，我们也讨论过，是不是我们学美术的阳气没那么重，所以他才转去了体育班。当然这些也都是后话了。鬼叔，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个后话。后面我们换寝室的时候，晓得我们宿舍故事的人都不愿意再选阳台面向高安大河的寝室了。黑猫拜孕。这件事发生在我5、6岁的时候。我们生活在河北的一个小农村，当时家家户户基本是瓦房，我家也不例外。那天下午我出去跟小伙伴一块玩，天气不是很好，就下起了小雨。我就往家里跑，跑到一片树林的时候，听见了那种猫叫，是那种特别小的猫叫声。我就走进去，扒开了一片草，看到了一只小黑猫。它呢也不怕我，还蹭着我，我就给带回家了。养了差不多2年吧。那只猫长得比普通的猫大很多，身长大概有小1米，并不是大家熟知的那种缅因，是短毛的黑猫，逮蛇抓黄鼠狼都是一把好手。某天我起夜上厕所，因为是老房子的缘故，厕所在院里，我就出去了，看见了我家的那只黑猫在房顶上，双脚站立，前爪作揖，跟我们拜佛差不多，在那儿拜着月亮。当时我看了他一眼，他也看了我一眼，恍惚间我好像看见了他在对着我笑。我当时吓得不轻，跑着去了厕所，然后马上的跑回到了屋里。第2天
我看到它的时候，它还是那副猫咪的模样。哦，对，我们家之前呢有一个差不多70年的老槐树，而且我家是做殡葬的，不知道和这些有没有关系。这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我上6年级的时候，我小姨夫之前送了我一辆赛车，就是骑的那种。我们是在村里上的小学。那天下午我快迟到了，我就骑得特别的快。我的左边是河，右边是小树林。听说那里面有死婴。树林的前面还有一个无家祖坟。我加速的时候，突然从旁边的小树林出来了一个小孩，我就一个急刹车，结果摔倒了，把锁骨都摔断了，住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院，还为此动了手术。回家以后，我就老觉得我睡的那个屋子有人在偷窥我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是个小孩。后来我妈找了一个会看事的人，她说我命挺大的，没让那死婴给夺走，只是把魂摔到了吴家老祖烧纸钱的那个盆子里，交代我妈在我每年生日的时候去她那儿拿一根红绳子，而这红绳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带着。不速之客。这个故事发生在2年前。我这个人很少生病，但每次生病都是大病一场。那时候我应该是20岁左右，那段时间里因为口罩的原因都在家里待着，没事做。中午起床的时候就感觉身体不是很舒服，到了下午突然加重，我就想着这次的感冒貌似有点不太对劲，就早早的吃了药睡觉了。而且因为吃药的缘故，身体很沉重，脑子也是晕乎乎的。但我睡到一半，发现周围貌似有很多人在讲话，很大声的那种。那时候应该是凌晨的12点，可家里就只有我和爸妈在，他们也应该早就休息了，不可能会有这么大声的说话声。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吵我，所以我就想睁开眼看一看究竟是哪里发出的声音。但当我努力地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我床上坐着5、6个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在那里很大声地讲着话，但我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现我。我也不想理他们，就继续地睡觉。但之后他们越讲越大声，还是我听不懂的。我突然火气就上来了，身体貌似很难移动，但是我能讲话。我看着他们大骂着，大半夜的吵什么吵，没看到我在睡觉吗？突然他们全部都回头看着我，骂完他们之后，他们的声音就小了很多了，而我呢也慢慢的渐入梦乡。在第2天醒来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事儿和爸妈说了一下，他们都惊讶了，说家里根本就没来人，问我记不记得这些人长什么样。我说是忘记了，只记得男女老少都有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有让你想起什么恐怖遭遇吗？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